吉洛原本以为自己只是领养了一只普通的比特犬，然而真相却远远比他想象的还要复杂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带着它去看兽医，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。这一天，安吉洛依然满心期待地将狗带到兽医诊所，准备检查它的胃部健康。但他万万没想到，这次看似简单的检查，竟然会彻底改变他对这只狗的看法。兽医接过狗后，没有对他说一句话，便把它带了进来，留下安吉洛独自坐在等候室里。时间在漫长的沉默中流逝，他的心不禁开始忐忑不安。10分钟后，兽医终于走了出来，却没有带着虎虎。他直接告诉安吉洛，他已经报警了，警察很快就会到。安吉洛震惊地站了起来，心脏骤然一跳。什么？为什么要报警？这只是个检查，他急切地问道。兽医沉默了片刻，终于开始解释。安吉洛心中的困惑越来越强烈，整个局面突然变得难以理解。怎么可能？我到底错过了什么？他在心里暗自质问。尽管他一开始认为自己只是领养了一只普通的宠物，但眼前的一切却让他开始怀疑，这只狗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。安吉洛从未想到，这只大黑狗会给他的生活带来如此波澜。第一次见到它时，他就被那双深邃的眼睛深深吸引住了。那是一种与普通狗不同的气质，强大、冷静，又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威严。他不再想要那些温顺的小狗，而是想要一只真正能为他增添男子气概的狗。而虎虎看起来就是那种完美的选择。当他目光锁定在他身上时，心中一阵满足，仿佛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真正的伙伴。虽然安吉洛并不完全懂得各种犬种的区别，但他能确定，这只狗很独特，似乎不像是常见的比特犬。它毛发的花纹让他产生了疑惑，但他并没有深究，反而觉得它看起来既酷又独特。狗舍的工作人员只给了他简短的回答，说它是这里最温顺的狗，且对孩子们特别友好。安吉洛希望这些话足以说服他的妻子蒂娜，毕竟他的目标是把这只狗带回家，作为家里的一员。领养手续完成后，安吉洛带着虎虎回家。一路上，他的内心其实有些犹豫，这只狗那么大，甚至会吓到孩子们。但这些疑虑在狗把头轻轻放到他大腿上的那一刻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安吉洛突然觉得，这一切似乎是命运的安排。大狗不仅威武，也很温顺，这正是蒂娜和孩子们所期望的那种狗。而对安吉洛来说，它也完美契合了自己对真狗的定义。然而，难道这一切真的是那么完美吗？回到家后，安吉洛感受到蒂娜的目光穿透窗户的那股怒气，他有些犹豫，但还是将虎虎从车里抱了出来。蒂娜显然有些愤怒，但安吉洛心中清楚，这一切都可以通过孩子们的反应来改变。果然，当他们看到虎虎时，孩子们兴奋得几乎跳了起来，不停地抚摸着它，没有丝毫犹豫。安吉洛看到这一幕，心中不禁松了一口气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他怎么可能再生气呢？他心想。但安吉洛并未完全放心，他知道，尽管这只狗对家人极为友好，外面世界的反应却可能大不相同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他密切关注着虎虎的一举一动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蒂娜渐渐注意到一些不寻常的地方。首先，虎虎对人类的亲和力让他印象深刻，无论是孩子、老人还是陌生人，他总是表现得非常友好。然而，他对其他狗的态度却令他警觉。每当遇到同样体型的狗，或是更大的狗时，虎虎会表现出强烈的防卫行为，咆哮、
露齿，紧紧盯着对方，仿佛随时准备爆发。蒂娜感到不安，她深知，如果有哪只狗敢对虎虎做出攻击性举动，它定会毫不犹豫地反击。虎虎明显是个危险的存在，虽然它从未直接攻击过其他狗，但它的警觉性和不容忽视的威胁感，让安吉洛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决定。他究竟是什么背景？为什么在狗舍待得那么久，没人愿意带他走？为什么兽医突然报警？这些疑问如影随形，挥之不去。更令安吉洛不安的是，警察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。他在心里问自己，是否太过冲动地做出了决定，而忽视了可能隐藏的危险。蒂娜也开始对这只完美的狗产生了深深的怀疑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家中的气氛逐渐紧张。安吉洛意识到，或许他不仅仅是领养了一只狗，而是领养了一个谜，一个他无法解开的谜。安吉洛带着虎虎来到了一个狗狗活动场，在那里，他看见了一只德国牧羊犬，他心里顿时有了预感，觉得这两只狗可能会发生冲突，于是更加小心地把虎虎牵得紧紧的。随着两只狗渐渐靠近，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。幸运的是，两只狗都被牵得非常牢固。安吉洛和那只德国牧羊犬的主人拼尽全力将狗狗们拉开，尽力避免冲突的升级。然而，这只是在第1周内注意到的一件事，而接下来发生的另一件事将对这个家庭产生深远的影响。你看，虎虎有个习惯，那就是经常吃一些他不该吃的东西。通常，虎虎的这种行为并不会带来太大的问题，只是偶尔让他肚子不舒服。经过几天的休息，他又恢复了活力。但是有一天，虎虎吃了一些不对劲的东西，结果健康状况突然急转直下。家人并不清楚他到底吃了什么，但他们很清楚，这一次事情绝对不简单。于是安吉洛毫不犹豫地打电话给兽医，急切地询问是否可以尽快安排检查。尽管他们养虎虎才短短3周，但他已经成为了家里的一员。家人对他的感情越来越深，虎虎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。安吉洛不能忍受失去他的念头。然而，事情的复杂程度超出了他们的预期。这不仅仅是因为虎虎生病了，还因为病因扑朔迷离。去兽医诊所的那一天，安吉洛永远都不会忘记。他决定自己去，让塔尼亚留在家里照顾孩子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不禁后悔，自己一个人去是多么不明智。他真希望带着塔尼亚一起，至少能获得一点支持。虎虎的病情越来越糟糕，每看一眼，他都显得更加虚弱。安吉洛的内心充满了焦虑和不安。当安吉洛到达兽医诊所时，他发现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得到帮助。尽管提前预约了，但诊所当天非常繁忙，所有的治疗和检查都在排队等候。安吉洛无聊地坐在等候区，心情越来越沉重。在等待的过程中，他注意到虎虎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。安吉洛已经习惯了这种情形，因为虎虎身上的毛发图案非常独特，经常让人停下脚步仔细观看。只是今天他已经有些烦了。很快，安吉洛发现周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围绕着他们拍照，每个人似乎都被虎虎的独特图案吸引，纷纷想要近距离看看这只与众不同的狗。这些举动让安吉洛有些不耐烦。平常他并不介意和别人交流，甚至乐意与陌生人分享一些关于虎虎的信息，但是今天他真的不想多说话。那种对陌生人好奇的目光让他感到有些沉重。
尤其是当他的思绪完全被虎虎的健康问题占据时，他焦虑不已，只想尽快得到帮助，不想浪费时间回答一个又一个的提问。终于，安吉洛等到了自己的轮次。然而，恰好有一群新患者到达诊所，围绕着他们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人群，大家似乎都对虎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甚至几乎忘记了自己带来的病狗。安吉洛感觉自己快要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了，他走向前台，忍不住问能否尽快得到治疗。毕竟，周围的目光无疑让虎虎变得更加紧张，而安吉洛已经看到他似乎越来越虚弱，心中不禁充满了愧疚和不安。遗憾的是，由于兽医正在为一台复杂的手术忙碌，无法立刻处理虎虎。工作人员对此表示理解，并将他们带到一个安静的办公室，让他们在一个无干扰的环境中等待。这个决定让安吉洛稍稍松了口气。不久后，一位年轻的实习生进入了办公室，走向安吉洛和虎虎。他亲切地问候，并开始记录下虎虎的症状和病史。他的目的是提前了解病情，为兽医提供参考，这样可以更快速地找到病因，并给出解决方案。这个小小的举动让安吉洛感到一丝宽慰，至少过程变得有些高效了。他不再那么焦虑。当安吉洛提到狗狗似乎肚子很疼时，学生判断这可能是因为狗狗吃了某些无法消化的东西，最有可能的解决方法是进行小型手术。安吉洛松了一口气，想着至少很快就能带狗狗回家了。但事情的发展却完全出乎意料，就像在等候室的其他人一样，学生们和周围的人更多地被狗狗奇特的外貌吸引，而并没有真正关注到问题的根本。与等候室里的其他人不同的是，学生们并没有对安吉洛透露任何信息，至少此刻并没有。又等了大约5分钟，兽医终于走进了空荡荡的办公室。安吉洛和虎虎在这里等着，他看起来非常疲惫，白大褂的袖子上还沾有血迹。安吉洛感到一种奇怪、难以言喻的情绪。显然，兽医忙得没有时间换下血迹斑斑的衣服，也没有休息片刻。手术之后显得异常疲倦。尽管安吉洛心里高兴虎虎能获得这么高的优先级，但他又不禁感到一丝担忧，害怕背后可能隐藏着更严重的情况。兽医没有多说话，房间里变得有些寂静，氛围让人不由自主的紧张。他只是仔细查看了学生做的笔记，然后开始对虎虎进行详细检查，但似乎并没有聚焦在明确的问题上。学生解释说，兽医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全面检查，而并非只专注于最初提到的部位。检查完成后，安吉洛被告知可以先去等候室等着，手术会在虎虎身上进行。他们需要检查一下狗狗胃里的异物，不要担心，手术时间不会太长。虽然兽医告诉他，这只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手术，他已经做过上千次了。安吉洛还是感到些许紧张，然而兽医设法让他放松下来，告诉他不用太过担心。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却让安吉洛感到完全意想不到。很快，他的生活将会彻底改变。大约过了20分钟，安吉洛的名字被叫到了接待台。他走向接待台，突然看到2名警察走进了大楼。安吉洛觉得有些奇怪，但并没有在意，直到兽医从办公室里出来，却没有带着虎虎。这时，兽医指着安吉洛的方向，淡淡地说：“就是他。”安吉洛心中一阵疑惑，不解发生了什么。他转过头看了看身后，确保没有其他人是兽医指的那个人。兽医开始解释他为什么会报警。在兽医还没有说完，
警察便开始问他关于虎虎的情况。那一刻，安吉洛的心里突然涌上一股不安，开始急促地跳动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只是来给狗狗治病，帮它恢复。他只希望能够带着虎虎平安回家，没想到事情会变得如此复杂。安吉洛开始感到愤怒，他拒绝回答任何关于狗狗的问题。他首先想知道手术的进展，接着就可以和虎虎团聚了。他瞪着兽医，愤怒地喊道：“这些警察来这里干什么？”接着，警察开始解释，虎虎身上的那些条纹并不是安吉洛和家人一直认为的天生特征。事实上，那些条纹是因为受伤后皮肤被剥开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才变得不那么明显。原来，这只斗牛犬并没有过上幸福的生活。在遇到安吉洛之前，警察已经接到过关于虎虎的几次报案。曾经有人目睹过类似的动物虐待案件，并向相关部门进行了举报。兽医一看到虎虎的样子，立即决定报警。警察们原以为安吉洛对虎虎所遭遇的虐待负责，但安吉洛立刻指向了收容所，表示自己并不知道虎虎的过往。听到警察的解释，安吉洛彻底震惊了。他怎么会这么天真，居然以为虎虎身上的条纹只是普通的自然标记？想到虎虎可能曾经历过的痛苦，他的内心不禁充满了愧疚。安吉洛开始自责，责怪自己对狗狗的了解太少。他感到深深的内疚，自己不该如此匆忙地收养这只可怜的狗，而应该第一时间报警，让警方展开调查，找到那个伤害虎虎的罪魁祸首。幸运的是，这一切并不算太晚。在这段时间里，虎虎的手术正在进行中，结果显示，除了胃里的问题外，虎虎体内还有一些因多年前明显的虐待行为留下的内部伤害。当听到这些情况时，安吉洛的怒火几乎无法抑制。他无法理解，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竟然能对一只狗做出这样的事情。幸运的是，在兽医的专业治疗下，虎虎最终恢复了健康。虽然之后安吉洛仍需要每隔几个月带虎虎回诊所复查，但只要他能确保虎虎不接触陌生的物品，虎虎的身体状况就不会再出现问题。警方最终追查到了虐待虎虎的元凶，一名繁殖犬只的饲养员。更令人愤怒的是，证据表明，这个人不仅对虎虎下手，还对其他多只狗实施了类似的虐待行为。随着证据确凿，他被逮捕并被正式起诉，受到应有的惩罚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罪犯再也没有机会伤害其他无辜的动物了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故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点赞并分享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